夏夜，我没看错，你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从现在开始可以暂时停止服药，但最好还是每周都来复查更新身体数据。怎么，高兴的都说不出话了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比想象中要快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。如果后续没有出现异常，那就证明你痊愈了。痊愈？是啊，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和弟妹相守到老了。想起你刚回魏明氏那会儿，唉，为了你俩，我也算是操碎了心。所幸现在也算是有了好结果。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，就是我磕的 CP 终于 HE 了。下雨了。啊，这阵子雨天总是说来就来。哎，我记得你之前写信跟他坦白，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天。因为是差不多的季节。哎，现在你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要不要给弟妹补一个隆重的告白？我可以给你当参谋。告白？哦，不用了，杨哥，我自己会准备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去接他下班，先走了。知道你着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，我就不留你了，记得按时来体检。知道了。才5分钟你就下来了，是不是赶了最早的一班电梯啊？杨哥说现在恢复情况不错，可以试着停药观察一段时间。不能说完全没事，之后还要定期检查，而且这个过程会很持久。哦，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，你最近那么忙，庆祝的事还是交给我吧。你要是过意不去的话，可以给我准备一份礼物。其实，除了庆祝，我还有别的安排。秘密。看在今天有好消息的份上，就答应我吧。那我们先去吃晚饭。都听你的。
别担心，叔叔说过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啊，没有啊。之前你不是说，如果向幸运手绳许愿，就会实现愿望吗？我们要不要也来许个愿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我听同学说，这样2个人一起许同一个愿望，更容易实现。哎，弟妹，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？你和夏燕不该再好好筹划庆祝吗？夏燕的情况，昨天例行检查的结果很稳定啊。怎么了？她身体不舒服？还在服药？弟妹，你别担心。据我的经验，夏燕确实已经没有大碍了，暂时也不用吃药。唉，可能是她还不适应吧。对，你也知道，夏燕这个人，虽然表面看上去阳光开朗，但其实对某些事情特别爱钻牛角尖。我也劝过他，可你也知道，一个人数年处在一种随时可能会离开的状态，他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。何况夏燕还有那么多在乎的人和事。弟妹说的对，不过那个药继续服用一段时间也没关系，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的。很多事情，他只要想开了就好。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这个，就靠弟妹你来判断了。当你认为不能任由夏燕再这样下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出面干预。把你心里的想法都告诉他。夏燕这个人啊，最听你的话了。
来了。啊，我没藏什么呀。是我们以前写的交换日记，当时去首都的时候，我偷偷带走了。当时想的是，我可以写一篇，然后寄给你，继续我们的交换日记。只是没想到后来发生了很多事，这个计划就一直搁浅。断断续续更新了一些。我不想提前剧透，所以先别看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拿回来之后一直放在店里，我也是要找交换日记才把它翻出来的。因为上次你的注意力都在那枚四叶草戒指上，我记得还被套住了，摘不下来。好，不提了。是啊，等到他没那么忙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请他吃大餐。没什么，就是我以前执行特殊任务时的身份识别牌。这块身份牌是我当初第一次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毁的。其实危险等级不高，那个时候我经验不足，中了敌人的陷阱。在搏斗中，多亏了这块身份牌帮我挡了一下，我才可以反败为胜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早就看不出痕迹了。
不要露出这么难过的表情啊。我真的没事，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就是怕你担心才没跟你说的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啊？为什么？好吧，那就交给你了。还有，现在雨已经停了，我们快点回家吧。快睡吧。我好喜欢你啊。在我知道喜欢2个字之前，我就喜欢你了。喜欢到在首都的时候，我就计划着在秘密任务结束之后向你告白。方案改了一版又一版，想要你知道我的心意，想要全世界明白我的心情。可是，我却在任务结束，可以去见你的时候被感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不公平？命运好像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。每当我想对未来有所畅想的时候，他总是会给我当头一棒，好像是在警告我不要得意忘形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刻意的想要避开，发誓不再进入你的生活。可我还是无法违背自己的本心，一再打破自己的诺言。现在，明明是可以和你一起计划未来的时刻，但心里却无法坦然地接受。是我担心未来2个字，在我的人生中总是充满了变数。我真的可以带给你幸福吗？
醒醒，醒醒，没事了，我在，我不会消失的。做噩梦了是不是？没事的，醒过来就好了。我在，我没有难过。你看到我的药瓶了？啊，其实我只是习惯了早上醒来服药，下意识就吞了进去。啊，不过我没有咽下去，全部都吐出来了。我只是有点惶恐，自己这么幸福真的可以吗？以后病情会不会复发？就算没事，我之后也可能归队后去执行危险的任务。如果我遇到不测，你怎么办？我也不清楚。一直以来，我好像已经习惯面对人世无常，却忘记了怎么去全心全意规划未来的幸福生活。可能是因为还没有从过去那种巨大的变故之中走出来吧。我知道，可我……怎么了？你……我答应你，尽量不去想。这个，你等过几天就知道了。早，纪念日快乐！等会儿刷完牙一起吃早餐，好不好？
前告白的时候太简陋了，我一直心事重重。除了送给你一个亲手做的8音盒以外，也没有好好准备仪式。最后，我们2个人还淋成了落汤鸡，一点都不浪漫。那怎么够？都没有正式的仪式。希望你能满意。什么？以前在首都的时候就想了一部分，最近也补充了一点。是爸爸推荐的。还记得我爸妈给我记录的成长手册吗？爸爸在写成长手册的时候会夹带私货。我记得有一次他好像跟妈妈吵架了，因为妈妈工作忙，一直没找到道歉的时机，但他又要出差，所以他就在我的成长手册里写了求和的话，这样妈妈第2天记录的时候就会看到。就知道你感兴趣，我已经提前拍下来了。小燕呐，不知道妈妈要什么时候才会消气。你是说请妈妈吃顿饭？啊，是啊，自从小燕出生之后，我好像很久没和阿言一起去吃饭了。那就决定，爸爸出差回来后就带妈妈去那家餐厅吧。对，我们小燕还没去过那家餐厅，那其实是爸爸向妈妈告白的地方。爸爸调查过，这是一家告白成功率100%的家庭餐厅。我们小燕长大后，如果她还在的话，也可以带喜欢的女孩子去吃。好，爸爸就把地址记在你的成长手册上，还有邀请妈妈的话。最好加上道歉的内容。好，还是我们小燕细心。哦，对了，爸爸妈妈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就把你送到他家里，好不好？你呀，一听说要去见他，就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也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？我预约的时候，没想到就是当初的老板，他也还记得我爸妈。对了，今天的菜单就是当时爸爸为了妈妈特意请老板调整的。后来由于效果不错，就一直沿用了。我想是的，老板还留下了他们的照片，就挂在墙上，要不要去看看？
是啊，他们很幸福。我们也回去尝尝吧。你喜欢就好。对了，爸爸还推荐了一道甜品，要不要尝尝？没关系，你可以只吃一小口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也没有，不过那是爸爸推荐的，我就……我去取。给，第一勺你来。哎，先别急着吃，可以把馅料挖出来，充分融合之后更美味。那个，最好从中间开始。在首都的时候，我计划等回到魏明市向你告白时送给你。只是后来，你愿意接受它吗？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秘密相册里装着什么吗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答案，是你，全部都是你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喜欢？我还没准备好你就拍了。遵命。今天我们再去水族馆夜宿吧。这次水族馆好像做了一些升级，专门开辟了情侣专区，听说还蛮有意思的，我就订了票。其实，你没有把我挤到一边。我早上很早就醒了。
不是什么值得分享的事情。那天，终于睡着了。夏言，你在干什么？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靠近，还是出去吧，不然会吵醒他的。好好睡吧，晚安。你应该就是在我离开之后，才一点点挪过来的。3、4点吧，天还没亮。我怕回来会吵醒你，所以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，我从未想过可以这样触碰你。你还好吗？我以前总是瞻前顾后，担心没办法给你更好的未来，是我把有些事情看得太复杂，一不留神就钻了牛角尖。我太重视这个来之不易的未来，重视到有些畏首畏尾，不敢向前。你那现在我很开心，迫不及待想要跟你分享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会一起走向生命的终点，从今往后，一起度过未来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一辈子都不变。闭上眼睛，现在。这是送给我的。你把断裂的皮绳用编绳接了起来。
很喜欢。我就是觉得编绳很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小时候学校里是不是特别流行做编绳手链？你也跟风做了2条。后来不还是让你得逞了？你都亲手给我做了，我怎么可能不要？我带出去，不得有个正当理由吗？当然不用。不过，我觉得还是留在你身边比较好。他曾经救过我，现在又有你的幸运编绳加持。只要他在你身边，我就有期盼和目标。无论我去向哪里，都会引导我回来。他不是，你才是。你怎么一大早就偷袭啊？人家明明是被你吵醒的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再睡会儿吧。别动，再抱一会儿就起来。这块身份牌曾经是我的幸运物，现在留在你身边刚刚好。这上面镌刻的都是我的个人信息，看久了有点像许愿牌。我觉得可以在背面刻上你的，这样它就可以更精准地守护我们2个。这上面镌刻的都是我的个人信息，看久了有点像许愿。我觉得可以在背面刻上你的。每次看到上面的幸运绳结，我就会想到小时候的我们，想起那句2个人一起许同一个愿望更容易实现。哎，好像真是这样。比如现在，我们终于可以如愿厮守在一起了。我印象中这根皮绳很旧了，没想到经过你的妙手回春，它比当初崭新的时候更好看。你果然有一种魔力，能够让所有的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正好是这块凹陷的地方帮我挡了关键的一击。他是不是也在冥冥之中感知到我的祈求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再一次与你相逢？